火。妹妹，这边有一口井。哎呦，这哪个王八蛋放的火呀？别给我抓住，我扒了他的皮！王八蛋，有本事等陆基胜在的时候放火呀！有本事去祸害陆基胜，折腾林家老小算什么真本事？王八蛋，不敢硬刚陆基胜，竟然背后使坏！就是王八蛋，这就我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除非老天爷下一场大雨。要下雨了。下雨好，希望是瓢泼大雨。深更半夜的，莫不是山匪？山匪不敢这么猖狂吧？不管了，先躲进地窖。主子，有人把你房子烧了，快出来，自己人！只见云无痕纵身一跃，就从院子外头跳到了院子里。林姑娘，你们这是在救火？对呀，你们带来多少人？快去救火！我们忙活了几个小时，要不是一场天降大雨，你家主子的院子要被烧光了。乐傻子，怎么回事？我怎么知道？谁知道陆定坤惹到哪个王八蛋了？火不是你放的？云无寒，分明是陆定坤那个王八蛋得罪人了，被人放火烧院子，差点连累妹妹家。我们累死累活的在这儿半夜灭火，你竟敢怀疑是老子放的火？老子要想放火，一定会选择陆定坤在的时候放，要烧就烧死他。老子才不稀罕烧一套破院子呢！你凭什么怀疑老子？林立夏提着桶瞥了他一眼，连热闹也不看了，转身就走。余光看向林立夏的背影，这林立夏是在生气吗？还是在故意避开他？解气没？滚！小仙，罗傻子，我错了，我给你赔罪，滚开！老子就不该救火。妹妹，咱们回家。好。回去先煮个驱寒汤。好，哥哥给你烧火。姬慎凝眉，他不在这几个月，洛寒子都住在林家吗？还学会了烧火？无痕，洛傻子，我这有子博哥写给你的信。信？无痕，我大哥他还好吧？好，酒量都见长了。哎呀，不行，现在雨太大，信掏出来就被雨水淋糊了。洛傻子，这儿还剩一间屋子，咱们去？不去，刚烧过的院子臭死了，去林家我屋里。好你个云无寒，你又故意拖着我，让陆定坤去接近妹妹。哎呀，洛傻子，你在说什么？我知道你想家，临行前特意去洛家。这份书信你不想看了？跟我来，火烧的挺旺。陆定坤打仗厉害，怎么烧火也比他娴熟。他至少要点2把干草，才能将林家厨房的火给烧旺。云无寒，他在镇北军中是不是要经常烧火啊？镇北军中谁敢让殿下烧火？也就只有林立夏敢让殿下坐在灶台前干烧火这等粗活。不经常烧火还烧得这样旺，肯定是他烧火有天赋。殿下心那么热，火能烧不旺吗？为了早些见到林立夏，殿下差点把瑞亲王府的骏马给跑死。可怜他们这些护卫殿下安全的人，跑马累得大腿根生疼啊！你们无事？这2人要站在厨房门口看多久？有事，洛傻子，咱们去看信，我再给你讲一讲京中的趣事。好，快给我讲一讲卢雄伟的状况。他呀，好久没在街上看见他了。姑娘，让我来，你去换一身干净的衣裳。庄妈妈，我爷爷他怎么样了？姑娘，老爷子一连打了好几个喷嚏，我已将他扶到屋里。严墨和严厉在服侍老太太换衣裳。驱寒汤我已经放好料了，让他烧火多煮一会儿。我们都去换一身干净的衣裳。姑娘，这合适吗？他听见骆公子喊烧火公子陆定坤，那可是陆家的贵公子呀。姑娘怎敢把人家当长工使？庄妈妈，锅里也有他以及他的下属要喝的驱寒汤。林家出食材出场地，他付出劳动力，很公平合理。1炷香过去了，2炷香过去了，锅里的驱寒汤已煮好。姬慎将灶台里的火焰熄灭，还不见林立夏回来。陆将军，驱寒汤煮好了没？我先给姑娘盛一碗，她好似发烧了。林立夏发热了。陆将军，你别急，这男女授受不亲，你等等我。姬慎脚下一顿，江山和美人他都要，林立夏迟早是他的人，何来的男女授受不亲？着李太医来一趟林家。主子，李太医现在应该还在紫竹城附近才是，怎会如此嘛？你带人把青阳县所有的名医都请来。遵命。林立夏，你如何？姬慎推门而入，看见了林立夏的背影，他慌忙冲上前，手摸上了林立夏的额头。你做什么？林立夏，你发热了。我知道，送你的礼记和君子之道你都看了。林立夏，让我摸摸你的额头。有什么好摸？你摸摸能退烧，我让你手长在我额头上都行。林立夏，我帮你点燃艾灸棒。不用，我已经弄好了。你去安置你带来的人。姑娘，喝碗驱寒汤。哎呦，小心，有点烫，放在这儿凉凉。庄妈妈，你去看看我爷爷还有我奶奶的身子骨怎么样？好，陆将军，你站在这里不合适。林立夏凝眉，对陆基慎吓唬林家的下人很是不满。陆将军，为了给你的小院灭火，林家全家淋了大半夜的雨，能不能劳烦你去看看我爹怎么样？我也让影中去请大夫。好。林立夏对他已经开始有女儿家的羞涩了，这是好兆头呀。林立夏，驱寒汤的温度刚刚好，可以喝了。好。林立夏，让我来。你房子都被人点了，还有心思笑得出来？去烧点热水来。林立夏，
听说林家隔壁搬来一个长得很俊俏的公子。你说段思怀，你怀疑这把火是他放的？姬慎的神情一顿，林立夏叫得这么亲切，是与那人关系很好吗？你俩有什么仇怨？展开说说。你与他关系很好。姬慎凝眉，心中隆起了一片阴霾。提到姓段的，林立夏怎会如此兴奋？算不上好。陆姬慎，你只管说，我大概率会站你，我帮亲不帮理。站我帮亲不帮理？哎，你俩什么仇怨？主子，属下去的时候，林家的下人已经烧好了开水。给我，你退下。遵命。纵身一跃，跳到屋顶，忍不住又回头偷看。林夏，喝点热水。好，你还会这个？给奶奶学的。你学习能力挺强呀。林夏，你快点喝，我再给你倒一杯。正想说他喝不下，外边传来啪啪的一声巨响，好似什么重物跌落的声音。只见刚才送热水的护卫疼得一脸狰狞的从地上爬起来，还没站稳身子，就被好几片跌落的瓦片砸在了身上。哎呀！若非主子给林姑娘倒腾热水的举动让她太过震惊，她也不会脚下一滑就失了分寸呀。属下应承之错，请主子责罚。哪个王八蛋干的？骆子素鞋子都没有穿好，跑得一脸绯红，走路还有点一瘸一拐的。他看看地上跪着的影城，还有屋檐上掉下来的瓦片。陆廷快，你让你护卫在老子房顶做什么？影城爬洛憨的房顶做什么？影城，怎么回事？陆廷快，老子为救你的破院子，淋雨忙活了大半夜，老子都累得发热了，你还想让你护卫对老子做什么？姬慎的神情一凝，恨不得命人堵上骆子素那喋喋不休的嘴呀。子素哥哥，你发热头疼不？骆子素点点头，一脸委屈的模样，摸着大腿根跟林立夏诉苦。妹妹，哥哥头疼得昏昏沉沉的，连家书都来不及看，睡得正沉呢，一块碎瓦片就砸在腿上，疼死我了。最可气的是，瓦片再砸偏一点儿，就砸到他命根子了。那是真的好可怜。陆傻子，你发热不好休息，跑到这儿发什么疯？滚开！骆子素一脚朝云无痕踹过去，想着影城归云无痕管，他心中的火气更大了。老子说了，不是老子烧的院子，你们为何不信呢？我没不信啊。那他为何在老子屋顶还用瓦片砸老子的腿？影城，怎么回事？云无痕的眼眸一寒，看看影城，影城又打了个冷战。不是吧？他听个墙角，一下得罪这么多人。属下知错。云无痕看看低着头一脸认罚的影城，又看看地上的瓦片，他纵身一跃，跳上了瓦片掉落的屋顶。向下看，正是骆子素的床。影城不会闲到看骆傻子睡觉。向远看，正是林立夏的房间，那就是影城偷看主子滑下了屋顶。理清了关键后，云无痕眼中满是好奇地看向自家主子，这主子是做什么了，竟将影城震惊地摔下屋顶？无痕，你处理。姬慎果断地将难题丢给了云无痕，深深瞥了一眼骆子素。林立夏，你还在发热，我扶你进屋继续艾灸。不急，子素哥哥，我煮了驱寒汤，我去喊庄妈妈给你盛一碗。妹妹，你也发热了？他下意识想伸手去摸，却被两只手同时挡住。姬慎眼眸冷冽地看着骆子素。洛憨子，你里脊白血了。林立夏一愣，这陆姬慎还真是双标呀，他自己摸他额头的时候就忘记里脊了。还不走？主子息怒，骆傻子发烧烧糊涂了，属下现在就带他回屋，给他喂驱寒汤，顺便给他念一念礼记。林立夏一愣，这样的发小他怎么就没有遇见一个？影城，速速修好房顶，另外罚俸3个月赔偿林家。那我呢？他砸到老子就不用赔偿了，我赔偿你啊。骆傻子，等你回京，我给你买京城最好最贵的酒，要连买3个月可以。我看你精神挺好，回屋看信吧。行，那就看看。林立夏，你发热不难受？难受啊。我看你兴致很好啊。羡慕，好羡慕子素哥哥有这么好的发小。什么叫发小？就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，拥有许多共同的回忆，关系亲密而持久，就像子素哥哥和袁将军这样的。听完林立夏的解释，姬慎的嘴角勾起了一抹嗤笑。骆子素有云无痕这样的发小确实是幸事，但云无痕有骆子素这样的发小未必是幸事。这些话他说给林立夏听，以林立夏护短的性子也未必爱听。林立夏起风了。是有点凉。回京自己去领20军官。谢主子开恩。影城抬起头，满脸的欣喜。属下这就想法子修好屋子。还有隔壁的小院要修缮的跟这边一模一样。影城身子轻颤一下，不是吧？他就弄掉了几片瓦，搭上3个月月俸，还要贴钱给主子修缮小院，还让不让人活了？主子，属下积蓄不够。姬慎的脚下一顿，深深地看了影城一眼。他像是那种压榨下属积蓄的主子吗？
找账房值银子。谢主子开恩。影城激动的声音都带着笑意，纵身一跃跳上了屋顶。因为动作太猛，又不小心踩落一片瓦片，瓦片啪的一声掉在地上。很快，屋顶的破洞传来了骆子素愤怒的叫骂声：“又砸老子！你有完没完？”“对不起，对不起。”影城趴在破洞处连连道歉：“我研究一下怎样修缮。”话音刚落，又不小心踩落了一片瓦片。屋内的骆子素是彻底的坐不住了。云无寒，我不住在这儿了，我要你送我去舅舅家，现在立刻马上出发。骆傻子，你等一下，我去向主子告假。去吧，谢主子恩典。骆子素气得跳脚：“好你个陆定坤呐，你为赶我走，故意让你的属下用这种阴招。骆傻子，你别胡说，主子想要你的命都不过一句话的事儿，怎么可能会这么费劲呢？”骆子素满脸的不敢置信，云无痕是不是太抬举陆定坤了？他好歹也是帝师的孙子呀，就算贵为皇子，想要他的命也要掂量一下有没有法子全身而退。区区一个陆家的二公子，又不是当朝满身战功的瑞亲王，怎敢如此嚣张？骆傻子，我给你看信。吾弟子素亲启，为兄为你这段时间的表现感到骄傲。云无寒，你看见没？我大哥说他为我感到骄傲，这还是他第一次这样说呢。骆傻子，你再看看子波哥还说什么？前段时间祖父去了趟玲珑寺，带回了高僧解签，说青阳城望你，为兄和祖父都相信你在青阳城继续读书，定可考中举人。吾弟，为兄和祖父都在京中盼你中举人，扬眉吐气的回到京城。吾弟，你远在青阳城，为兄只担忧一件事，切莫招惹瑞亲王，切莫得罪瑞亲王，切莫激怒瑞亲王。骆子素眼中的笑僵住了，一脸懵的看向云无痕。我大哥他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云无痕一脸的期待，他刚才把话说的那样直白，加上子伯哥这封信，骆傻子应该能悟到主子的身份吧？我与瑞亲王又没交集，我大哥怎会连着3次提到瑞亲王啊？云无痕扶额，他就不该对骆傻子的悟性有太高的期待呀，真是愁死个人。你再想想，再想想。骆子素满脸的疑惑，脑海里一亮，陆定坤一个武将，不会平白无故来青阳城的。对，云无痕一脸的期待，目光灼热的看着骆子素。然后呢？瑞亲王要来青阳城，莫不是瑞亲王还记恨我有时打过他的事儿？云无痕神情一凝，对骆子素的悟性是彻底不抱希望了。骆傻子，喝点水，有点热。骆子素接过杯子，刚抿一口就放下杯子，脑海里还在琢磨他大哥为何在信中强调3次瑞亲王。他发热又头疼，脑袋昏昏胀胀的，越琢磨越头疼。他揉了揉后脑勺的位置，索性不去想这些不开心的事儿。这时屋顶又啪的一声响，上面又掉下来一块瓦片。骆子素吓得一激灵，猛地站起身。走，这个破地方住不成了。云无痕抬头看向了屋顶的破洞，正好看见影城一脸做错事的窘迫模样。你要带什么？哪些都不用收，我舅舅家都有信的，只待说开门。他难得趁陆基慎跟他下属说话的时间，率先跑进屋，把门给拴上，说什么也不能让他再进来了。林立夏，你在发热，将自己一个人关在屋里，若是没有若是，你别管我的事，赶紧想想你今天住哪儿。对呀，你院子烧成那样，肯定是不能再住人了。陆定宽，只要你答应我一个条件，我帮你安排一个住所。哦，什么条件？基慎扫了云无痕一眼，眼眸冷冽地看着骆子素，这骆汉子又想做什么？骆傻子，你不是说要跟林姑娘打个招呼就走？别急。骆子素睁开了云无痕，朝着基慎的方向走去。见状，云无痕刚想拉住骆子素，就被主子的眼神止住。陆定宽，听说瑞亲王要来青阳城了，你肯定熟悉他的行程安排，只要你实时把他行程告知我，我给你在青阳城找个住所。子素哥哥，林立夏打开门，披着一件长披风，一脸无语地看着骆子素。你打听瑞亲王做什么？避开他。妹妹，瑞亲王那个心眼小的，他还在记恨我幼时打过他的事呢。哥哥想过了，只要避开他，他就没有机会找哥哥不痛快。见骆子素当面编排他心眼小，基慎眼底的神情是越来越冷。若非骆汉子阴差阳错的成为林立夏的义兄，他早就将这个碍眼的家伙丢出视线外了。子素哥哥，只要你乖乖的在家读书不乱跑，咱们遇不上瑞亲王的。妹妹啊，原来哥哥也是这样想的，可如今这情况不对呀。我大哥特意写信让我不要招惹瑞亲王，不要得罪瑞亲王，不要激怒瑞亲王。妹妹啊，你是不知道啊，我大哥那人向来不做捕风捉影的事儿，他特意写信提醒我，肯定不对劲儿。看着骆子素一脸惆怅又一脸摸不着北的模样，基慎眼神一寒，看向云无痕。他记得出发前云无痕特意去了一趟骆家。无痕，这事儿你怎么看？这次啊，瑞亲王奉命监督修缮望龙河，要在青阳城很久，
子伯哥知晓你惹是生非的性子，不放心你的安危，才特意提醒你的。洛傻子，你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瑞亲王贵为龙鳞国唯一的亲王，战功赫赫，又备受圣上宠爱，人家不会跟你这个纨绔计较的。姬慎颇有深意地扫了云无痕一眼，别以为给他戴高帽，他就不追究这次险些暴露他身份的事。对，子素哥哥，我觉得云将军说的对。都说宰相肚里能撑船，瑞亲王的年纪轻轻就战功赫赫，他的度量应该比宰相更大，不会计较你幼年打他的事，你别瞎琢磨。陆将军，你和瑞亲王是表兄弟，你肯定很了解他的性子。你告诉子素哥哥，瑞亲王会不会计较他年幼无知时犯下的错误？若我没记错，这个问题已经讨论过一次了，怎么又绕回来了？以瑞亲王的性子，懒得计较你幼年无知的事儿，但你这么能惹祸，我也不敢确定。他下意识地回头，看见云无痕一脸的惧怕，不停用眼色示意他切莫反驳。骆子素瞳孔放大一瞬，云无痕怎会如此惧怕陆定坤？眼前的人真的是陆定坤吗？传闻瑞亲王长得酷似生母，与陆定坤长得很是相像。若眼前的人不是陆定坤，而是战功赫赫的瑞亲王，他大哥的怀疑是不是一切都说得通？想到这儿，骆子素的脑海里将他如此挑衅对方的行为逐一回放，自己吓出了一身冷汗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堂堂的瑞亲王怎会抢着烧火？堂堂的瑞亲王怎会龟缩在林家？子素哥哥，你别怕，瑞亲王不会一直在青阳城，你住在我家少出门，遇不上他。林姑娘，洛傻子的屋顶被影城踩坏，住不了人，我送他。无妨，我二哥的屋子空着，让子素哥哥先搬到我二哥屋里。你不是吓唬你？洛汉子这副惊恐的模样，是不是已经猜到了他的身份？洛憨子，我堂堂陆家二公子，没有闲工夫在这吓唬你。你若想保命，就躲在你舅父家，多读书，少出门，肯定平安。陆将军，为何在胡家安全？难道住我家不安全吗？袁无痕下意识点头，洛傻子住在林家就是最不安全。夏，庄妈妈说你发烧了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吹冷风？快进屋去。奶奶，我的院子烧毁了，我今夜一时半刻找不到住所。找什么住所？我家李晨的屋子空着，你要是不嫌弃就住。不嫌弃。骆子素是满眼震惊地看着季慎，又看看笑得一脸慈祥的许桃花，他情不自禁地摇摇头。他是疯了才会猜测眼前的人是瑞亲王呀。奶奶，我二哥那间屋子我已经说好了让子素哥哥住。奶奶，他姓林家住的不自在，要搬去他舅父家住，你看他行李都打包好了。小洛住在林家的时间有点久，想念家人很正常。林家奶奶他发热了，我带他回胡家看看大夫。说完不给骆子素开口的机会，便拽着骆子素走。英庄，怎么会有这么多大夫啊？主子说了，把秦阳城名医都请来。看见云无痕一样震惊，英中的心中总算是平衡了几分。对了，我也派人去了胡家，胡家的府医也在来的路上。胡家府医也请来了。骆子素愣怔一瞬，果断选择不走了。吴海，你帮我把床挪个位置，我那个房间还能继续住人。云无痕懵了，愁死个人呐！事情的走向怎么不受控制了呢？哎呀，我头好疼啊！骆子素摸着后脑勺，一脸难受的模样。哎呀，我感觉脑子里有虫子在咬我。吴海，我生病都是因为帮助陆定坤救火所致，他应该承担我的诊金，还得派人帮我照顾到病好。云无痕是瞠目结舌，骆傻子，你咋不上天呢？真是神仙难救，找死的鬼呀！他就发个愣的时间，骆子素已经追上了影中，理直气壮的找同盟。妹妹，咱们都是给陆定坤灭火，造成林雨生病的，这按照道理，他应该承担咱们的诊金。有道理，陆将军，你看啊，我们林家先对你有救命之恩，再对你有救火之恩，咱们做人不能恩将仇报。你直说。陆将军，烧你房子的真凶未寻到，为我们林家人的安全，我觉得你换个地方住比较稳妥。看着陆基慎僵住的神情，林立夏脑海里就想起了被强吻的场景。他知道老太太看中陆基慎好，觉得对方是个人品家世都不错的孙女婿人选。老太太想把好的人选留给最宠爱的孙女，是这个时代所有长辈觉得为晚辈好的一种方式。客观上来看，陆基慎确实挺优秀，世家公子，还是皇亲国戚，年纪轻轻凭真本事当上将军，身后还跟着很优秀的徐天行和云无痕。无论是放在这个时代，还是放在兰星，都是属于打着灯笼都难寻的好夫婿人选。但他并未有嫁人的打算呀，主要是嫁人的风险太大，他一不喜欢宅斗，二不想拿后半生去赌一个男人对他的真心。或许他在感情上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逃避者，他怕受伤，怕沉沦，怕未来不可掌控。
他选择了掐断感情的萌芽，让一切不可控提前扼杀在摇篮之中。他不敢留陆基慎住在林家，他怕这个对他图谋不轨的人对他展开强烈的攻势。都说烈女怕缠郎，他对领兵打仗的将军有天生的崇拜感，他怕自己高估自己的定力。陆将军，以你在朝中的地位，只要跟罗县令打个招呼，他很乐意帮忙的。林立夏想赶走他的意图太明显了，让他感到很挫败，但这种感觉比起前世绝望中求生的艰难不值得一提。他不会放弃，江山和美人他都要，就算暂时娶不到林立夏，他也想要把她放在眼皮子底下看着，绝不许旁人惦记。林立夏，晚了，早在你们林家帮我救火时，在幕后主使的眼里，咱们就是一条船上的同盟了。我住在这儿，我的护卫还可以保护你们。奶奶，我说的对不？对，小鹿说的对。夏夏，你二哥的屋子空着也是空着，不如让小鹿住下来。陆将军，借一步说话。看出了林立夏在妥协，姬慎眼底闪过了一丝欣喜。陆将军，我可以将我二哥的屋子暂时借给你住，等你的小院修缮好，你得尽快搬出去。另外，你不许再对我不轨。看着林立夏微红的脸颊，姬慎感到自己的心情犹如春风拂面，温暖而舒畅。林立夏并非对他无动于衷。什么叫不轨？四目相视，还没有住到林家，就开始对他步步紧逼。真让他住到林家，他还有安生的日子过吗？得给他一个教训。想到这儿，林立夏扬起了手腕的陶影追魂，快速的按下开关，针咻的一下飞向姬慎。姬慎身形一闪，避开陶影追魂的同时，手抓紧了林立夏的手腕，眼底露出了无奈的笑。现在恼羞成怒的林立夏像极了2个人养大的小老虎，真的被逼急了就亮起锋利的爪子。林立夏，我答应你，我住在林家的这段时间，没有你的允许，绝不发生那晚的事。抬脚就踹，他这一脚踹的是又急又猛。就在林立夏以为他要摔个狗吃屎时，陆基慎眼疾手快地伸出手臂，稳稳地扶住即将摔倒的他。小心！2个人近在咫尺，他能清晰地闻见陆基慎用的是含血橙梅花做的香皂。陆基慎，你松手！还踹不？不踹了。脸颊发烫的不像他自己。你松手！林立夏，我心悦你。这人怎么强吻他之后，就好似打开了某个不可言喻的开关，图谋不轨的心都不带掩藏的。陆将军，你很有眼光，我也心悦我自己。看着林立夏眼底狡黠的光，姬慎整个人愣住。他预想过林立夏的很多种回复，却没有料到林立夏用这样的方式婉拒他，真是可爱又有趣呀。看见陆基慎愣神，林立夏抬脚踩在了姬慎的脚背上，趁着他吃痛的间隙睁开手拔腿就跑，跑得好似后面有饿狼追一般。姬慎是疼得龇牙咧嘴，一抬头看着林立夏跑得很快的背影，他又忍不住笑了起来。发热还跑这么快？夏夏，你与小鹿说什么了？你怎么跑得满头都是汗？满头都是汗？奶奶，我流汗了，我退烧了。等他觉察到自己的情绪不受控时，他看见陆基慎一瘸一拐地走了过来，心中直犯嘀咕：他踩得有那么重吗？小鹿，你脚怎么了？没事，一会儿就好了。很快便看见基慎鞋子上的鞋印子，他抬眸看了看孙女的鞋，瞳孔放大一瞬，这夏夏好端端的踩小鹿做什么？夏夏，小鹿的脚。奶奶，你也淋了雨，让这些大夫们给把个脉吧。不用，奶奶身子骨好着呢。奶奶，他们来都来了，你不让他们把脉，银子也要照常给的。那把一个？对，把一个。你们带其他大夫给我爷爷我爹他们都把个脉。林姑娘，你先诊个脉，再让他去看你们家人。我不用，我都退烧了。林立夏的话音刚落，就看见胡家府医提着药箱急匆匆的进来。林姑娘啊，听说你病了，病得严重不？让在下给你诊个脉。你先给子素哥哥诊脉，给他看过之后，我再诊脉也不迟。陆公子也发热了，都是给陆廷坤救火林雨林的，派人查背后纵火人。遵命。这个亏吃得有点狠。一场大火烧掉陆基慎2/3的小院，并到6个救火的人。待找到幕后主使，我必让他悔不当初。也不知道这放火之人真正想对付的人是谁。主子，因昨夜一场大雨，让追踪难度变得很大，属下有个怀疑，却无相关证据。说说看。主子，属下怀疑这把火是林家斜对角搬来的那户人家所致。属下顺着脚印排查许久，
有一个脚步印曾出入过对面那户人家，但又不够明显。段资怀放的火，骚狐狸放的火。看着两双同样探究的黑眸，姬慎竟莫名觉得两人有点像。他摇摇头，觉得自己的想法很是荒谬。骆子素和林立夏又不是亲兄妹，这两人怎么会有点像呢？陆将军，你摇头何意？你与段资怀到底有何仇怨？我不认识他。不认识？那他为何烧你的小院？主子，属下带人把他的院子围了，查查他的来历。姬慎沉思片刻，龙鳞国敢烧他院子的人屈指可数。那个姓段的来历不明，又刻意搬到他小院的隔壁去住，不是政敌就是情敌。速去！遵命。妹妹，咱们去看热闹。不能去，我与他是合作关系，看热闹伤财。妹妹，哥哥想去看热闹。你去没事儿。子素哥哥，你看完回来跟我讲讲进展。好啊好啊。骆子素探着头朝院子里不停地张望，嘴里还念叨着：怎么会没人呢？莫不是放完火就跑了？他跑了，他那几个漂亮到极致的凤鸣国美人呐。吴涵，我跟你说啊，骚狐狸的那几个舞姬跳舞可好看了，身上带的铃铛也是清脆悦耳。你与他交情很深？算不上，就跟他喝过一回酒，看过他的舞姬跳过一回舞。骆傻子，听闻你13岁就流连花楼，遇见喜欢的舞姬恨不得日日住在花楼听人唱曲儿，如今怎么改姓了？骆公子，京城现在还流传着你一脚踢飞卢宣伟的丰功伟绩呢。对啊，骆公子，听说你当初就是为一个舞姬动的手。陆公子，是当初那个舞姬美艳，还是这个姓段的舞姬美艳啊？各有千秋吧。妹妹说，这个姓段的家里的舞姬啊，是那种带着异域风情的美艳，他们身子上都挂着小铃铛呢，一舞动的时候，曼妙的舞姿再配上清脆悦耳的铃铛声，令人沉醉呀，令人回味无穷啊。云将军，不如咱们专门去看看。对，去看看美人还在不在。云将军，兄弟们都好奇。哎呀，对呀，围都围了，也不插进去看看了。来人，点火！点火！那美人怎么办？先点火，再砸开所有的门。敢烧主子的小院，他逮不到人，也烧对方一座小院，正好泄愤。所有人听令，守好出口，绝不放过一个活口，控制火势，不可蔓延到其他地方。遵命。段子怀的小院是在大白天着火，引来的动静比较大。这是私人恩怨，诸位请回，我保证大火不会波及到其他地方。水火不留情，你们有恩怨可以报官，怎可私自纵火行凶？先生言之有理。先生请看这边，那是我家主子的小院，被这家主人先给烧了。这家主人烧了我家主子的小院，连夜跑了。先生请放心，我就烧他一座小院泄愤，绝不会让火势蔓延到别处的。水火无情，能控制得住吗？钱家伯父，钱家姐姐，立夏。妹妹，那个姓段的不是好东西。怎么了？那姓段的刻意留下了一个地窖，我以为没人关在地窖里面呢，迫不及待的去打开，结果他那个破房子就塌了。林立夏瞠目结舌，骆子素狼狈的模样与蓝星玩鞭炮炸到自己的熊孩子没有什么区别。子素哥哥，你怎么还惦记着段资怀的那几个美人儿？那总不能见死不救吧？妹妹，你给我吹吹眼。是云无痕。云无痕同样狼狈的好似灰里打了个滚，整个人可以咕咚咚的。骆傻子，我给你吹。云无痕咬牙切齿，他就晚一会儿，骆傻子又不要命的去作死。你们别吹了，像你们两个人这个模样，越吹越严重，赶紧去洗洗。哎呦，夏夏说的对，你们呀，赶紧去洗一洗。林立夏，你很关心姓段的？我只关心还能不能赚他的钱。这个回答就很林立夏了。你少赚他的银子，我全都补给你。你钱多烧得慌，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有时候他真希望林立夏能像京中那些女子一样，冲着他的身份和地位来攀附他。可当他回想起林立夏的一举一动，他有个感觉，林立夏一辈子也不会主动攀附任何男人。林立夏，我在京中见过林小雪。宫邢太被贬官到南西城，林小雪在宫家过得不好，她跑来求助我，被无痕命人丢到京城外。然后呢？林立夏满眼震惊，原书女主与原书男主的剧情好似没有按剧本走呀。是因为他这只外来的蝴蝶救了林家一大家子炮灰吗？他在玲珑寺遇见越王，阴差阳错的成为了越王的妾室。越王离了个大谱，那个越王什么来历？别担心，越王年岁比你祖父小不了几岁，有6旬了。这么大年纪的人，无论怎样保养，身上都是有老人味的。林小雪怎么下得了嘴？那个越王势力如何？他是什么样的人？会为妾室干违法的事不？一个没有实权的闲散王爷，能活到现在都是聪明人。
林立夏很认同那句能活到现在的都是聪明人。难怪大家争破头都要朝大城市跑，机会就是多。怎么说？他若留在青阳城，在公家过得不好，撑死最多攀上个县令，跑到京城随便偶遇一个就是王爷。不行，我得有个心理准备。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一个闲散王爷想收拾林家易如反掌。林立夏，你不必惧怕，越王所剩寿元不多。越王还能活多久？活不到明年春闱。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？你买通了他的御医？我没精力浪费在一个闲散王爷身上，凑巧知晓罢了。这个凑巧好呀，陆将军，你与我说的这些先不要跟我的家人讲。姬慎点头，刚要应下，看见花丛中站起来一个人。夏夏，我都听见了。二叔，你在做什么？我二叔读书犯困时都会嚼薄荷提神。二叔，没事吧？夏夏，你不必担忧我，他今后是好是坏，与我再无半分的关系，我不在意。二叔，最近明里暗里来打听冥婚事的人不少。夏夏，不谈这些。林文辉眼中很不自在，嚼着薄荷就走。陆基慎，我二叔这个是不是叫一朝被蛇咬，10年怕井绳？林立夏，若有王爷看中你，那我有多远跑多远。为什么？姬慎的眼底神情僵住，怎么与他想的不一样呢？能被王爷看中是什么好事儿？你见过几个王爷的后院只有一个女人，整日里困在后院，与一群女人斗来斗去，就为了争一个男人，又脏又累，付出与收获完全不成正比。我去看看我大哥。林立夏加快脚步朝林立东的住所走，不见钱多锦，他心中一喜，快步进屋。屋内，钱多锦一脸温柔恬静，用汤勺给林立东喂药。大哥，你退烧没？为何你的脸还这么红？夏夏，钱家伯父和大夫都去看咱们爹了，爹年岁大了，你也去看看。嫌我碍眼了？林立夏眼底的笑是越来越浓，他爹那边有大夫在，要是严重早就来找他了。别忘了，你们婚事的3媒6聘还没走完呢。夏夏，你现在打趣大哥都不怕，等你出嫁时我将这些还给妹夫。大哥，只要你能为难得到他，你想怎么为难就怎么为难。他嘴角勾起了一抹笑，想难为他，借林立东一个胆子，他敢吗？林兄，好些日子不见，也不知你的课业是不是进步了。陆将军，我还病着呢，脑子不好使。姬慎微微挑眉，扬起了手中的薄荷。来，嚼2片这个提神醒脑，你二叔就用这个法子，你应该向他学习。多谢陆将军好意，我正喝着药，脑子清醒着呢。清醒着就好。姬慎从桌上抽出了一本书，看着书翻页翻得很旧，他眼底闪过了一丝满意。林兄，钱家虽然没落了，但钱姑娘的学识和涵养还在，你只有好好读书，才能让她扬眉吐气呀。林立东眼神僵住片刻，别以为你拿钱姑娘说事儿，我就不知道你逼我读书的目的。陆将军放心，我这段时间一直都有在用功读书。那我考考你。姬慎扬起了手中的书，看向床上的林立东。林姑娘，大好事啊！陆将军，您也在。陆将军，下官是不是打扰到您用膳了？想到这儿，林立夏侧眸看向陆姬慎，只见对方连眼皮子都没抬一下，不紧不慢地继续吃着饭，好似当罗县令不存在一样。罗大人，你用过早膳了没？你若不嫌弃，不嫌弃，不嫌弃。陆将军，下官升官的事儿还一直没来得及向您道谢。什么好消息？姬慎优雅地放下筷子，侧眸看向罗海昌，无形的压力让罗海昌感到心颤。林姑娘父亲考中秀才了。林家伯父考中秀才了，他娶林立夏的助力又多了一个。终于考中秀才了，夏夏，今日起你就是秀才之女，这个吉吉礼你喜欢吗？喜欢。爹，那秋闱你还考吗？考。夏夏，爹出了考场，感觉自己考得不错，就开始温书了。爷爷，你看，我就说咱家都是读书的好苗子吧。你和奶奶都很聪明，怎么可能会生出笨孩子？你看我爹、我二叔、我大哥，一旦有读书的资源，个个脑袋都好使，一门3秀才呀。夏夏，一门3秀才，咱们林家村几百年也没这样的荣耀啊。对，咱们呀要回村再摆一回流水宴。啊，摆流水宴？姬慎抬眸，不敢置信地看向许桃花。林家来青阳城，不就是为了避开林文辉不光彩的事吗？娘说的对，要摆。对，要摆。可是离秋闱没多少时间了，这回村摆流水宴，一来一回要耽误7、8天，影响我爹他们考举人。那不行，眼下当以文耀文辉立冬，考举人要紧。爷爷言之有理，奶奶，
不如这次的流水宴咱们先留着，等我爹、我二叔、我大哥他们考中举人，再回村摆。奶奶，那时回去摆，咱们家就是一门三举人，只有传承许多年的书香世家才有的荣誉。一门三举人，好啊，好呀！书香世家才有的荣誉。文瑶啊，这次你考中秀才，咱们先不回村摆流水宴，爹等你考中举人，咱回村再摆。爹说的对，读书要紧，等考中举人再摆。考中举人，林文辉应该会同意再成个家吧？文辉，你觉得呢？对，考中举人再摆。大哥，夏夏的吉吉礼。二叔，就在青阳城办，在林家村邀几个亲近的人过来，来往的吃穿用度我都包了。夏夏，这样会不会委屈？不委屈。二叔，青阳城跟我合作的人个个都有钱，咱们回村办岂不是要少收很多吉吉礼？陆将军、罗大人，我要是回村办吉吉礼，你们两个人必然不方便去林家村吧？连你二叔，连林夏说的对，我们都忙于公务，走不开。对，真走不开。二叔，哪样更划算？夏夏，你对二叔的好，二叔记在心底。打住！二叔，你如此煽情，该不会想让我给你养老吧？二叔，这个担子太重了。二叔，你今年才35，等秋闱考中举人，给我娶一个新二婶。今年结婚，明年生娃，等你老了，娃也长大了，刚好给你养老。文辉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明明还这么年轻，就想让夏夏给你养老？你这个做二叔的，有没有考虑过，你这样让夏夏很难嫁人的？娘，我不是这个。文辉，你不能这样坑夏夏。爹，文辉呀，夏夏是你大嫂留给我的命根子。大哥，二叔，旁人知道夏夏要赡养二叔，她不好找婆家的。林文辉又要解释，又被林立东打断。我没想让夏夏给我养老。二叔，那你让谁养？二叔，我先去跟钱家姑娘商量一下。等等，立东，我也没说让你养老。哦，我明白了。二叔，你想开了，打算给我找个新二婶，生个堂弟让她养。我没想娶。文辉，你还是想坑夏夏？娘，我没有。文辉，那你是什么意思？你不要夏夏养，不要立东养，又不愿娶亲，你作何打算？爹，我接受不了女子不贞，娶寡妇不愿，娶个小姑娘又不合适。只要二叔愿意娶亲，咱们可以邀请官媒慢慢看，说不定二叔也能遇见被耽误的大姑娘。夏夏说的对，慢慢找，总能遇见合适的。老夫人，晚辈有个侄女，之前定下一门亲事，她那个未婚夫身子骨不好，没成亲就染病去世，如今21还没收到合适婆家。罗大人，这克夫……无妨，我不信这些子虚乌有的事儿。文辉，有些事不能不信，有些人的命里是带煞的。娘，那我命里带什么？我为何活成这样？夏夏，你跟你二叔说。陆将军，你见多识广，你跟我二叔解释解释。金深的嘴角一抽，林立夏又把问题抛到他这儿，是信任还是坑他？连文辉的这个问题太尖锐了，他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呀。罗县令，你说说。罗海昌愣住一瞬，他看看许桃花，看看林立夏，再看看季慎，不明白这问题绕了一圈，最后怎么丢给他了？再看看桌上的其他人，他好似丢给谁都不合适。林秀才，几年前我有幸遇见过一位高僧，他说人这一生都是有各自的使命，有人是来收债的，有人是来还债的，有人是来积攒功德的，还有人是来欠下功德的。依我看，你应该是来积攒功德的。陈菊花母子欠你的功德，这事他们没还，下世做牛做马都会偿还给你。还有我那个侄女，我觉得她是来还债的，还完她未婚夫一家，余生都是幸福美满的。罗县令大智慧啊！林立夏是满眼敬佩地看向罗海昌，这个职场老鸟应变能力是真强，不但成功开解了林文辉，还顺势又推销了一把他侄女，是个高手。二叔，我觉得罗大人言之有理，你积攒了这么多功德，余生都该是幸福美满的。文辉，罗大人和夏夏说的都对，你余生啊都是幸福美满的。娘，不愧是青阳城的父母官呀，见多识广，说话也中听。儿子悲惨的遭遇被罗大人这么一说，心气儿瞬间舒畅了不少。那他呢？他一生的使命是什么？他跟师傅学医后，他救治过这么多人，也是来积攒功德的。对，肯定是这样，因为积攒功德，他到晚年期盼的事儿才会一桩桩的实现。一门三秀才，几百年没有的荣誉，竟然到了林家，他继续积德行善，林家一门三举人也不是不行。文辉啊，罗大人说的对，你就是来积攒功德的。如今功德积攒够了，余生都该是幸福美满。
爹，这个平平无奇的县令，竟能将这么难回答的问题说得头头是道，是个人才。他积攒够功德，是不是也能幸福美满一生？二叔，你余生都是幸福美满的，你是不是该给幸福一个机会？比如找一个合适的姑娘成亲。对，文辉，你不想拖累夏夏和立冬，不想让爹娘担忧，你就该找个合适的姑娘成个亲。眉毛很浓，眼睛不大不小，鼻子也还挺高，看着不丑。他侄女应该也不丑。文辉，娘觉得罗大人侄女挺好的，你们2个人呢，都是经过波折的人，余生都该幸福，在一起应该叫好事成双吧。对，就是好事成双。罗海成欣喜的茶杯差点端不稳，没想到高僧赠给他的经书，陪他熬过痛苦的低谷，竟然还有如此的妙用。老夫人，我侄女在老家备受流言蜚语折磨，能不能让她陪老夫人在林家住上几日？夏夏，奶奶的脑子有些迷糊。可以，当然可以。好过盲婚哑嫁后2人过不好日子，生怨结仇好了数倍。这个职场老鸟情商很高啊，若能做出政绩，再有人提拔，罗海昌前途无量。罗大人，您侄女儿，咱们2家结亲，我以后该如何称呼您？叔爷爷？糟糕，只想着与林家交好，攀附瑞亲王的表兄陆将军，竟忘了辈分这茬了。林姑娘，不论婚事成与不成，咱们各论各的。你继续换我罗大人，我换你林姑娘，不妥。林家也算是半个书香世家，礼数不能少。真成亲家，公事上就喊罗大人，私下该喊叔叔就喊叔叔，该喊叔爷爷就喊叔爷爷。我没问题。爹，这事儿你怎么看？我也没问题，看你二叔。爹，我先去温书。不等回应就赶紧走，生怕晚一步又被追问这种让他不好回答的事儿。奶奶，我二叔害羞了，他这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啊？哎呦，害羞就对了，害羞啊，说明你二叔对这件事上心了。奶奶，我二叔跑得好快。夏夏，你二叔打小心虚就这样。罗大人，你侄女何时来呀？对，何时来？还有，罗姑娘有什么喜好，性子如何？带几个丫鬟来，我命人按照罗姑娘的喜好安排。林姑娘，我侄女长得端庄大方，性子温柔有礼，不必刻意安排，就当她是你家亲戚。哪儿不妥？姬慎的眼底闪过一丝诧异，这林立夏为何这样看他？好似在防备他，又好似在算计他。没有不妥。罗大人，罗姑娘何时到？半个月左右。陆将军，能否劳烦您帮下官递个拜帖给瑞亲王？看着罗海昌手中的拜帖，姬慎一下子全都明白了。可以，下官谢谢陆将军。原来这才是罗海昌的来意呀！趁机在龙鳞国未来天子面前混个脸熟，好博个升官加禄的机会，真是好谋算。恭喜罗大人，这次瑞亲王监督修缮望龙河，正是您表现的好机会。借林姑娘吉言。诸位，县衙还有事，我先回去，有机会我再回请诸位。好，罗大人公务要紧。爹，你帮忙送送罗大人。陆将军，咱们合作的事有个细节要再商议一下，你随我来。姬慎捏着茶杯的手一紧，脑海里回想着林立夏神情变化的过程，瞬间全都明白过来了。这林立夏想赶他走啊？休想！两人并肩走着，走到林家后院一个新搭建的竹亭。陆将军，你出身世家，年纪轻轻就战功赫赫，又长得俊俏好看，又是瑞亲王身边的亲信。姬慎的瞳孔放大，这林立夏一下子夸他这么多，看来这次的算计不算小啊。林立夏，你直说。那我直言，有你这么优秀的人在前，万一罗姑娘住在林家这段时间，她看上你，对你心生爱慕，我尽量避开她。不行，我二叔好不容易松口，经不住2次打击。林立夏，你竟是怕我坏你二叔好事？我哪句话说的不对？你是不是出身世家？是不是年纪轻轻就战功赫赫？你是不是长得俊俏好看？你是不是瑞亲王的亲信？你与我二叔摆在一处，只要眼没瞎的姑娘都会选择你。林立夏的连番质问，将姬慎满心的怒意问得再也气不起来。林立夏，既如此，你又为何拒绝我？四目相视，看着那双深邃不见底的双眸，此刻全神贯注地看着自己，林立夏很不自觉的心跳加速。他下意识地捂住心口，生怕那颗不安分的心跳出胸腔。一阵更加强烈的心跳声伴随着急切的呼吸声，让林立夏的心中是更加的慌乱。
怎么陆基慎的心跳比他跳得还快还急促？他不会故技重施吧？林丽夏的心中一慌，正想着如何逃离，陆基慎的脸是越来越近。陆基慎，你林丽夏的话刚说到一半，剩余的话就被吞噬了。他敲打着陆基慎强壮有力的心口，想说的话全都变成了呜呜呜。基慎凶狠又霸道，好似压抑许久的情绪按耐不住，在这一刻全都爆发出来。林丽夏从最初的挣扎到根本挣扎不过，只能被迫接受，直到他感觉空气是越来越稀薄，快喘不上气了，对方才松开他，额头贴着他的额头。基慎急促的呼吸，低沉的声音交汇在一起，特别的勾人。林丽夏，你可明白我心意？你可明白我心意？他定定神，来回深呼吸了好几次，都稳不住乱跳的心神。老天爷呀，他是被下蛊了吗？再这样下去，他是不是要栽在男色上，变成患得患失的恋爱脑？林丽夏向侧边一瞥，陆将军，我年岁小，你吓到我了，我都快喘不上气了。他顺势捂住眼，一个劲儿的干哭，却没有流下一滴眼泪，甚至心还莫名的有些甜。糟糕，心也坏掉了。林丽夏干嚎得更大声，手指却悄悄漏了个缝。听见林丽夏的哭声，基慎整个人都愣住一瞬，心好似被重锤狠狠地敲击了一下，一抽一抽的痛。他满脸的懊悔，恨不得给自己一巴掌，都怪他太急切，竟将林丽夏给吓哭了，这可如何是好？林丽夏透过手指看见陆基慎愧疚又无措的表情，他心中一喜，小说和电视都没白看，对付霸道男人威胁没用，撒娇示弱是最有效的。陆基慎，你太过分了，我嘴都被你亲麻了，我以后都没脸见人了。林丽夏说着，猛地推开陆基慎，捂着脸跑出了好几步。想起他的目的未达成，他又停下脚步。陆基慎，这段时间我不想见到你。基慎的神情一凝。林丽夏，他的话说到一半又被打断。陆基慎，你不从我家搬走，我明天就离家出走。说完，听见身后有脚步声，林丽夏撒腿就跑，跑得飞快，生怕被陆基慎给追上，发现他不但没哭，还脸烫的能煎鸡蛋，那他刚才的戏就白演了。林丽夏一边捂着脸跑，一边假装在哭。基慎不敢追，愣在原地，看着林丽夏的背影，眉头紧锁，捂着脸还跑这么快，看来他真的将人给吓坏了。基慎轻抿唇瓣，脑海里全是方才那一瞬间的激动，心跳莫名又快了不少。他方才有那么用力吗？竟将林丽夏的嘴都气麻了。营中，速去将金收纸搬来。遵命。主子，影城修葺小院时发现您小院的地窖与林家地窖相连。地窖相连？基慎的眼眸深幽，那他不如先搬回自家小院，至少能让林丽夏暂且消气。想到这儿，基慎大步流星带着几个护卫朝隔壁小院走。走出林家，他感受到了一道视线，好像在偷偷看他。他回眸一看，正好看见林丽夏半蹲着身子躲在花丛后的身影。他神情一顿，林丽夏这么快就不哭了，还躲在花丛中做什么？难道是监督他是不是搬走了？院长，小院修葺的怎样？回主子，小院烧毁的比较严重，至少还有10来天才能修缮好。10来天？来人，送个白帖去罗县令那边，就说我要去罗家借住几天。不行！林丽夏一听，满脸焦急地从花丛中走出来。你不能去罗家住。为何？基慎的眼眸一亮，林丽夏果然怕他住进罗家呀。许是从花丛中站起来的太快，头发上还挂着几片树叶，看着俏皮又可人。陆将军，既然你的小院还有10天能修缮好，那我再让你住10日。林丽夏说话间，伸手将头顶的树叶摸下来，一点点撕碎。不能让陆基慎去罗家住，他那张俊俏的脸若被罗姑娘看中，他二叔才松口的婚事又要落空了。林丽夏想得正入神，突然听到一道清冷略带喜悦的声音响起：丽夏，你怎知我今日回来？丽夏，这是我大师兄莫毅，你为何冲他直摇头？大师兄，见过莫师兄，用过早膳没？还没。就给我煮一份你家的那个素食面。没有？有，我让人给你煮。清幽姐姐，你吃什么？也素食面，省事。丽夏，这陆将军什么时候来的？有10来天了。追得挺紧。进屋坐。陆将军，
你今日不用忙公务？不忙。姬慎端起了茶杯，神情淡淡的看着一袭白衣的莫衣。还未感谢莫公子，何意？他与对方没有交集，对方为何对他这么大的敌意？护心甲，莫公子锻造的护心甲曾替我等下致命一剑。有意思，这陆将军将大师兄当成了假想敌，拿护心甲来宣示主权呢。与我何干？林姑娘，我这次来还有一事不明，还请你赐教。